房企融资的积极性上来了，这其实反映了他们对开工和未来市场的乐观态度。毕竟房企要建房子、搞开发，资金是关键，融资就是他们筹集资金的重要途径。资本市场对这个行业的信心如何，直接关系到房企能不能顺利融资。如果资本市场看好这个行业，自然就愿意借钱给房企；反之，如果没信心，房企融资就难上加难。就拿上个月来说，房地产企业的债券融资总额达到了482.7亿，这个数字环比增长了66.6%，意思就是比上个月多了不少。同比也增长了9.0%，说明跟去年同一个时期比，情况也在好转。再来看看行业债券融资的平均利率，11月份是2.73%，环比下降了0.25个百分点，同比下降了0.85个百分点。利率下降意味着借钱的成本降低了，对房企来说是个好消息。就像你借钱时，利息少了，负担自然就轻了。还有两种挺重要的融资方式呢，一种是信用债融资，另一种是 ABS 融资。信用债融资说白了就是看房企的信誉好不好，不用抵押啥东西，信誉好就能借到钱。不过这种借钱的时间一般不长，大概就是1到3年。至于 ABS 融资，就是把资产变成证券，拿到市场上去换钱，依托的是项目资产和未来的收益预期，通过发行债券来融资。看看11月份的数据，房地产行业的信用债融资达到了266.6亿，比上个月多了22.8%，但跟去年同期比还是少了14.4%。ABS 融资则是216.2亿，环比增长了197.2%，同比也增长了81.2%。信用债融资和 ABS 融资在房地产融资中的比例分别是55.2%和44.8%。这两种融资方式的变化，其实能透露出市场对房企和房地产市场的信心。信用债融资增加，说明市场对房企和房地产市场的信心在慢慢回暖。ABS 融资增加，则表明资本市场对长期回报的项目更有信心。11月份信用债融资的大幅增长，就是资本市场对房地产市场信心修复的体现。ABS 融资的激增，则显示了资本市场对自持型权益资产经营收益信心的增强。从2024年的前11个月来看，房地产行业的融资总额是4852.7亿，虽然比去年同期少了24.0%，但降幅已经在缩小，这个数字占到了61.7%。前11个月的 ABS 融资额是1791.1亿，同比下降了19.8%，占比36.9%，算是次要的。其他的融资方式，比如境外债等，占比较小。总的来说，尽管当月融资结构有所改善，但行业融资还是远远超过 ABS 融资的，总体占比还是有些差距。根据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的数据显示，11月份100个重点监测城市的新建住宅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16592元，比上个月微涨了0.36%。别看这个涨幅小，这可是近3年来的新高，说明新房价格正在稳步上升。咱们再来看看不同城市的表现。一线城市的新房价格环比上涨了0.69%，这个涨幅比平均水平高多了，可以说是遥遥领先。二线城市的整体涨幅和100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差不多，而那些强二线城市的表现则介于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之间。比如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，还有成都、宁波这样的强二线城市，它们的环比涨幅几乎是全国平均涨幅的2到4倍，热度相当高。再从成交规模来看，市场的热度也不低。上海、深圳、成都、长沙、郑州、无锡、天津、苏州、杭州这些城市，新建商品住宅市场的热度特别明显，11月份的去化率都保持在50%以上，意思就是说房子卖得快，市场挺活跃的。在重点100个城市中，11月份的暗场到访量达到了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，近一半的城市去化率保持了同环比增长。像上海、深圳这样的核心城市，主要是因为他们自身的实力强，加上政策的放松以及高性价比项目的集中，所以市场特别火爆。而那些涨幅比较明显的二线城市，比如长沙、郑州、苏州、无锡、
他们受政策调整的影响不大，主要是依靠供给的持续优化和热门楼盘的推出，这才让市场热度上升。说完新房市场，咱再聊聊二手房市场呗。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数据，11月份一线城市和二线热点城市的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分别上涨了10.6%和14.1%，同比更是大涨65.8%和20.1%。这个增长势头挺强劲的，说明二手房市场也开始热络起来了。11月份重点监测的100个城市二手房均价为14278元每平方米，虽然环比微跌了0.57%，但是跟10月份比，跌幅缩小了0.03个百分点，这是个积极信号，意味着二手房价格的下跌趋势可能正在放缓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深圳、成都这2个热门城市，还有乌鲁木齐、东营这2个非热门城市，二手房均价环比出现了止跌转涨的现象，这可是个好消息。毕竟之前10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可是连续跌了7个月。这次的变化显示，二手房市场的颓势可能正在扭转，而且不少强二线城市11月份的网签量创下了2024年的新高，以价换量的现象也在减少。刚需购房者对二手房市场的兴趣明显增加，这表明二手房市场越来越吸引人，需求正在逐步回暖。说完了新房和二手房市场，咱们再来看看土地拍卖市场。可尔瑞监测的数据显示，30家重点房企11月份的土地购买金额接近900亿，同比增长了107%，环比增长了181%。这2个涨幅都创下了年内的新高，说明这些房企在土地市场上越来越活跃。从1到11月份的整体情况来看，全国 TOP 100房企的土地购买总额超过了7400亿，虽然还是低于去年同期，但是同比降幅比1到10月份收窄了7个百分点以上，这说明土地市场的热度正在回升，控制和优化土地供应的措施开始见效。不过也得注意一个现象，目前包括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杭州、成都、苏州、南京等热门城市新出让的土地，大多还是被少数央企和国企拿下，民营房企在拿地上还是比较谨慎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目前的资金链和融资环境面临的双重压力。如果民营房企，尤其是头部的民企能够加大拿地力度，那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土地市场修复进程的一个重要信号。大家知道吗？之前好些房企在债务方面都出了状况，不过最近可都有了新变化呢。比如10月28号，旭辉控股集团在处理海外债务上取得了突破，这可是个积极信号，说明他们在解决债务问题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。紧接着11月14号，融创中国也公布了他们国内债务的重组计划，这显示了他们在积极应对债务问题，努力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回归正轨。11月15号，华夏幸福也发布了他们的债务重组进展，让大家看到了他们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。到了11月下旬，金科的债务重整方案和投资人也尘埃落定了，这些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迹象。不光是这些，佳兆业、远洋、碧桂园等房企在债务重组上也有了进展。这么多房企都在债务重组上取得了成功，这似乎也在说明房地产市场的融资环境正在逐步改善，市场正在慢慢回暖。这些变化都和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复苏密不可分。我来给你详细说说市场稳定复苏带来的好处。首先呢，市场一旦企稳回升，房企的现金流问题就能得到缓解。你想想看，随着二手房市场的好转，房企的销售收入自然就上去了，房子卖得多了，钱自然就进来了。这样一来，房企手头就宽裕了，能更好的还债，也能更稳健的推进开发项目。同时，需求端的回暖也提振了大家的购房信心，更多人愿意买房，销售就能继续回暖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，这对房企来说是个好消息。再来说说房地产需求端和土地市场的持续改善，这对提升人民币资产的估值是有帮助的。从资本的角度来看，市场回暖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增强了，资产的估值就能重新得到市场的认可。房企手里的土地和房子的市场估值上去了，它们自身的长线价值也就显现出来了。这样，房企就能通过卖资产或者抵押资产来获得更多的融资，
这对他们解决债务问题来说至关重要。最后，市场的持续回暖还有助于房企改善财务状况，降低融资成本。市场好了，销售收入自然就上去了，房企的总债务就能得到有效控制。在资本市场上，房企的信用评级也会随之提高，信用评级一提高，融资成本自然就下来了。对于现在那些精打细算的房企来说，这不仅能帮助他们修复资产负债表，还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很多。看得出来，房地产市场现在正逐渐回暖，走向复苏。之前提到的融资状况、市场的多方面变化，还有那些遇到债务问题的房企正在重组债务，这些都表明市场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根据目前的这些迹象，我猜测到了2025年，咱们国家在经济工作上的大方向，以及对房地产行业的定位，可能还会和现在差不多。也就是说，政策上可能还会继续出台一些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政策，帮助它继续发展。在货币方面，也会保持一个比较适宜的状态，让房企融资更加顺畅。财政上，在需要的时候也会给予行业一定的支持。至于市场方面，按照现在的这个趋势，大概率还会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新房市场可能会继续保持一定的热度，价格可能会稳中有升。二手房市场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，无论是刚需还是改善型需求，大家买卖二手房的意愿可能会增强。土地市场方面，希望那些民营房企，尤其是那些大企业，能够逐渐增加拿地的力度，这样可以让土地市场更有活力，进而加快整个房地产市场一级市场的修复进程。